在未解放的西藏，曾经有过一段黑暗的时期，普通老百姓的身体也只是喇嘛们用来制作祭祀法器的工具而已。现在的西藏博物馆也能看到以前奴隶主时代的黑暗一面。在众多法器中，有一件让全世界的贵妇都趋之若鹜，那就是肉莲。相传肉莲是用纯净的少女制作而成，经过喇嘛加持法力，可以实现戒气之功效，常年佩戴相当于将制作法器的少女的全部气转到自己身上，使人青春常驻，容颜不老。人骨法器阿杰骨肉莲，还有人们常说的打生桩，究竟真的具有奇效吗？1982年，西藏惊现大量的肉莲法器，而这一切都要从东贡陀寺108位高僧的惨死说起。同年7月，位于北京的749局总部接到西藏警方高层的支援请求，希望他们派人前往西藏解决一件棘手的神秘案件。749局派出老胡和老周2位老同志，一同前往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的案发寺庙。西藏警方负责跟老胡他们碰头的人是刑警多吉，三人一见面，多吉就神秘兮兮地告诉两人，这件案子跟藏传佛教有关，而且看作案手法完全不像是人为的。众所周知，藏传佛教跟我们内地佛教是完全不同的，在理念上二者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内地佛教秉持的是戒除贪嗔痴，消除业障，而藏传佛教则十分推崇贪嗔痴，认为这种观念可以助人修行，以获得正果。更有很多也是记载着藏传佛教的黑暗与邪恶之处。其实正规的藏传佛教，其核心理念也是歌颂真善美，只要大家学会区分就行。多吉这边说着，把老胡和老周领进一家藏餐馆，两位先吃点东西，正好我把案情跟二位仔细说说。于是三人点了些食物，便开始认真讨论起案情。多吉告诉他们，在距离这边大概20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寺庙，叫东贡陀寺。这座寺庙里一共有7个喇嘛，平时很少抛头露面，非常神秘。但是据多吉所说，这座寺庙虽然不起眼，甚至地理位置特别偏僻，但是却经常有外国游客前往，具体原因尚未可知。老胡听完马上感觉有些不对劲。西藏自从解放后，确实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但大家很多都是冲着布达拉宫去的，即便参观其他寺庙，那也是首当其冲的大昭寺、小昭寺这些地方。至于说东贡陀寺，不仅没名气，甚至地图上都找不到。那些外国游客为什么要去那里？这个东贡陀寺庙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老胡忍不住询问。多吉摇摇头，我们进去看过，里面很小，除了装修风格跟其他寺庙略微不同，其他几乎都一样。紧接着多吉又说道，不过现在那里发生了命案，以后恐怕不会再有人去了。先说说案子。老周感觉他俩聊得有些跑偏，于是提醒道。多吉接着告诉他们说，就在1个月前，他们接到附近牧民报案，说东贡陀寺里死了很多喇嘛，于是立刻出警。本来寺庙里只有7个常住喇嘛，可是死的人数却足足有108个人。除了本寺的7个喇嘛，其他的分别来自不同地区的寺庙。关键这些喇嘛都死得很蹊跷，别看他们的死相都是打坐的姿态，表面看着很安详，可实际上他们的下体都被利器割了回去，很明显是有针对性的犯案。当时多吉他们在厨房的蒸屉上发现了那些被割掉的器官都已经被蒸熟了。凶手作案手法令人发指，最让老胡和老周想不通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凶手可以同时杀害108个成年男性？即便那些喇嘛年纪大了一些，但如果想要反抗的话，凶手就算人多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就得手。那么只有2个可能，一是凶手的数量起码是喇嘛的1倍以上，也就相当于200多人，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屠杀。另外一个就像多吉说的，真的是鬼神所为。749局作为一个科学部门，专门调查神秘事件，不过本质上他们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毕竟全世界有那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怪事。如此邪乎的案子，多吉所在的刑警队查了将近1个月也没有任何眉目，不得已他们只好求助749局的专家。老胡和老周在听完多吉的讲解后，都是一脸严肃的思考状。他们胡乱吃了几口饭，就迫不及待催促多吉小同志先带我们去现场看看。于是3人上了一辆吉普车，在山路间颠簸了5-6个小时，直到傍晚时分才来到东贡陀寺。两人下车一看，这里简直就是鸟不拉屎。这时负责看守现场的几个警察走过来，多吉赶紧给他们做介绍，你们就是749局的那个号称是最神秘的部门。一名警察一脸狐疑地看着老胡和老周，认为他们其貌不扬，根本不像什么厉害的人物，于是对他们发出质疑。另一名警察则是围着两人转了个圈，一脸不屑地说，上面说给咱们派帮手，不会就是他们吧？这也太好笑了。多吉有些尴尬，立刻解释，郑队、陈哥，这2位都是749局的专家，肯定有本事。说到这里，多吉也有些不自信，于是扭头看向老胡和老周2位，你们不会让大家失望吧？还没等老胡和老周说话，被称作郑队的人马上嘲讽起来，专家是最没本事的人，指望他们还不如指望咱们队上的警犬。这句话挑衅味十足，如果换做别人恐怕早就发火了。但是老胡和老周却淡定一笑，
完全没放在心上。对于超越他们认知的事情，再怎么解释，别人也会觉得你在说胡话而已。老胡指了指郑队长，说道：“你是不是肩膀很沉，感觉昏昏欲睡？”郑队长脸上闪过一丝惊诧的表情，马上又装作若无其事：“少跟我故弄玄虚，我肩膀沉那是累的。现在大半夜的，谁不想睡觉？”旁边的老周马上回了一句：“我劝你别回头，不然必死无疑。”郑队长脸上一阵抽搐，对着多吉骂了一句：“你找的这是什么狗屁专家？是来跳大神的吗？”说完，郑队长转身就要回车上，可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整个人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直接不省人事。多吉和陈哥他们都傻了，连忙蹲下来观察郑队长。别怪我没提醒你们，现在最好谁也不要轻易转身，不然就会像他一样。老周说话的同时，正和老胡一样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这位同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快救救郑队！多吉用哭腔请求二人。老胡从包里掏出一个黑色瓶子，从里面倒了些药水，涂抹在郑队长的额头上，同时让多吉他们脱掉郑队长的上衣。只见郑队长后面肩膀上出现大片淤青，甚至还有2个清晰可见的手指，样子特别吓人。别担心，他只是被鬼魂缠住了，身上的3盏灯被吹灭了2盏，所以才会晕倒。老胡解释道。多吉和陈哥面面相觑，一脸的不可置信。同志，你是说郑队他刚刚经历了鬼吹灯？多吉瞪大眼睛问道。老胡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着他们身上的便衣问道：“这里到处都是鬼魂，阴气极重，你们为什么不穿警服？”2人先是一愣，其实心里也知道警服可以驱邪，只是没想过会真的撞见鬼。就在这时，被老胡涂过药水的郑队长苏醒过来，当他知道是老胡救了自己以后，便满脸惭愧地跟他道歉：“谢谢你们救了我，刚才是我不对。”2个人没有理他。老周指着面前的寺庙说道：“这座寺庙不干净，周围的鬼魂全是从庙里跑出来的，里面绝对有问题，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老胡一马当先，迈步便朝寺庙走去。结果他一只脚刚踏入门槛，便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老胡看见一具一丝未挂的女尸，双脚离地3寸，悬浮在空中。她的容貌身材极佳，而且目测年龄只有17、18岁左右。然而，这具女尸最吸引老胡目光的，并不是她绝美的身材和容貌，而是她被掏空的下肢。老胡看见她双腿间血肉模糊，原本生长在那里的器官早已被利器割掉，不翼而飞。老胡立刻联想到那惨死的108个僧人，难道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渊源不成？这时老周也赶了过来，2人试图跟女尸走音，可是对方根本不理睬他们，没说一句话，而是引着他们来到寺庙后面一座佛塔底下。佛塔在西藏被叫做白塔，也被称作释达摩白塔。这种塔作为藏区的佛教建筑，千百年来被藏民当作最神圣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心灵寄托之所。东贡陀寺的白塔有3层楼那么高，整体呈圆锥形，上面有金色塔顶。从外观上看，这座白塔与藏区其他白塔并无太大区别，可是老胡一眼就看出白塔里面有猫腻，这里杀气更重了。老胡皱起眉头，进去看看。老周掏出配枪，带头往里走去。与此同时，之前一直在寺庙门口犹豫的多吉和郑队长，他们在相互壮胆之后，也跟着走进寺庙。可是他们根本找不到老胡和老周的踪影，包括他们看到的景象跟2人看到的也完全不同，他们就像是在2个不同的次元空间。多吉他们私下寻找老胡和老周的时候，2个人早已进入白塔内部，只见里面供奉着一个又一个的佛龛，可是佛龛里面并没有佛像，而是一个个造型怪异的肉脸。西藏解放以前，肉莲曾是藏传佛教比较流行的一种祭祀法器。肉莲的制作材料既不是石头，也不是植物，而是活生生的人，而且是未经人事的少女。肉莲的制作过程充满血腥和暴力，步骤也很复杂，周期更是长达数月甚至10几年。老胡见多识广，他驻足在一个佛龛前面，仔细观察里面放置的肉莲。只见这颗肉莲紫红油亮，柔中带韧，中间有2个窄洞，洞口层层叠叠，表面还布满棕色的绒毛。老胡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正在这时，老胡发现身边的老周已经盘膝坐在地上，微微闭目，一动不动。老胡立刻明白老周这是在干什么。能进749局的人，个个身怀绝技，就比如老胡，他有天眼，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一般刚出生的小孩都有天眼，但是天眼会在3岁之后逐渐关闭。但是老胡的不一样，他的天眼在3岁之后不仅没有关闭，反而更加灵敏清晰。之前他在部队里无意间展示过天眼的功能，所以在749局成立伊时，他被第一批征召过去，和他同一批进入749局的老周，绝技是通灵。此刻老周就是在通灵，老胡十分默契地守在老周左右，以防有东西会袭击他。大概过了10几分钟，老周额头上渗出豆大汗珠，他缓缓睁开眼，调息吐纳之后，扭头对老胡说：“走，去云错日泽。”老胡知道老周肯定是在通灵的时候，从鬼魂那里获取了重要信息，所以才会去云错日泽。2人没有犹豫，直接大步往外走。日泽在藏语里是山峰的意思，错是湖。老周说的云错日则是藏区的一座山峰，用我们的叫法就是云湖山。
距离东贡陀寺有60公里路程。老胡他俩来到外面，见到焦急等待的多吉等人，简单交流信息之后，老胡让多吉马上开车去云错日泽。一行人费尽周折，总算到达云错日泽。这是一座海拔1800多米的小山，平常人迹罕至，根本没有路。老周和老胡一下车就直奔山顶，众人疑惑不解，只能紧跟着。到达山顶以后，他们又看到了震惊的一幕，在垭口旁边有一处被人围起来的区域，里面铺满碎石，而在碎石之上竟然扔满了森森白骨和腐肉。如果我没看错，这里应该是个天葬台。老胡平静地说道。老周点点头，藏区流行天葬，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天葬大家会选择去至贡提寺，那里有全西藏最有名的天葬台，而且有高僧超度。当然也有像这种的野外天葬，死者多为普通藏民，但是这处天葬台却与众不同。因为正规的天葬会有天葬师将尸体按标准分割成块，但是眼前这处天葬台尸体残留的骨骼都是比较完整的，也就是说死者是被整个直接扔在天葬区的，没有天葬师主持。在藏区的天葬文化里，没有天葬师的天葬是大忌，是触犯神明的。死者的灵魂不仅不会得到安息，甚至会受到诅咒而无法往生。谁会愿意自己的亲朋好友死后受到诅咒不得往生呢？然而老周接下来的一段话直接让人不寒而栗，这些人都是横死的，而且全是未出阁的少女，她们生前被人囚禁控制，后来被炮制成活体肉链，直到最后一刻才在痛苦中死去。那些可恶的家伙竟然把他们的尸体丢到这里为图救。老周说完，站在后面的郑队长立刻提出疑问：同志，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猜的吗？老周无奈一笑，没有回答。老胡则一脸不耐烦地提醒郑队长：你马上联系局里看看，最近1年有没有失踪人口记录，我们要尽快知道详细信息。可是郑队长还想再说什么，却被老胡出声打断：别废话，照办就是。老胡的气场把郑队长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多言，只好立刻回车上用无线电跟局里联系。而事实上，早在1年前，也就是1981年，西藏确实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人口失踪案。根据统计，当时失踪的人口一共有27人，不过罪犯已经落网了。贩卖这27人的罪犯名叫常云宝，43岁，四川邛崃人。据常云宝交代，那27个人都是女的，分别被他卖到了云南、四川还有西北等地，给人当了媳妇。最后，常云宝因为拐卖罪被判了17年。老胡他们发现天葬台的时候，正是常云宝服刑的第2年，两者看似毫不相干。但是老胡和老周在查阅西藏警方提供的罪犯材料之后，觉得这人有很大问题。老胡怀疑云错日泽天葬台上的女性骸骨很可能就是之前失踪的那27个人。为此，他们还重返云错日泽天葬台，仔细清点了骸骨数量。巧合的也是27具。常云宝肯定撒谎了，这是他犯罪后的葬尸的。老胡的直觉越来越强烈，于是2人前往关押常云宝的波密监狱，打算跟他当面对质。已经服刑快满2年的常云宝，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被749局的人重新提审，而他精心编织的谎言也被彻底戳穿。寻常部门办案需要证据，但是749局人员办案有极大的权限，涉及到了未知领域，哪里是肉眼看到的证据可以说明的？老胡和老周掌握着警方和法院都不曾知道的线索和细节，他们把这些一一说给常云宝听。老周甚至还运用通灵术，让常云宝像走马灯一样看到了那些惨死的冤魂。一开始很淡定的常云宝心里终于崩溃了，他亲口承认云错日泽天葬台的27具女性尸体跟他有关。我坦白，我交代，我都交代。常云宝坐在铁椅子上泣不成声。以下是常云宝的笔录：1981年3月份，我跟朋友许二双在西藏摩托搞了3只雁隼，然后以1500的价格卖给了东贡陀寺的那奥达阿喇嘛，其实是个文物贩子。他不仅往国外倒卖文物，还包括鹰、隼这些国家保护动物，包括佛教的一些圣物法器。交易的过程中，我看见他把一个造型别致的物件以36万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国人，当时很受震撼。我冒着判刑的风险抓鹰隼，一次才赚千把块，他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就能卖30多万。我也想赚大钱，我当时问那奥达喇嘛那是什么东西，我也想做那个挣钱。他说那个叫肉莲，是用活人做的，所以很值钱。我一听说是活人做的就很害怕，可那奥达喇嘛却说那些人都是为了供奉佛主而自愿往生的，所以做肉莲不仅不会得报应，还能修福报。关键是很多外国人喜欢那东西，愿意出高价收藏。那大喇嘛问我干不干，我只需要向他提供少女，其他什么都不用管，挣了钱3期分成。我礼雨熏心答应了奥达喇嘛。我第一次太害怕，所以拐走了一个智障女孩，她才16岁。后来那奥达喇嘛告诉我说炮制肉莲失败，那个女孩第2关就死了，不过她还是付了我1万块钱。
我回去以后一切太平，警察也没有找我，于是我胆子就大了起来。第二次直接拐了一个18岁的女大学生，这次很成功。肉联炮制完成后，那奥大喇嘛分2次一共给了我11万。从那以后，我为了多赚钱，开始疯狂拐卖少女，前后一共拐卖了27人。我最后一次拐卖的那个女孩才14岁，带过去的时候还是个活泼的小女孩。当我几个月后来到东贡陀寺拿钱，她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巧精致的肉联。我当时看见那奥大喇嘛手里盘着一个形似核桃一样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于是就接过来把玩。那个东西酱紫油亮，手感光滑细腻，细捏起来富有弹性。我以前没有近距离观看过肉联，所以并不知道，于是问他那是什么。那奥大喇嘛笑着说，那正是用我拐来的少女所炮制成的法器肉联。我吓得立刻把东西放到桌子上，回想之前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现在竟然被炮制成这么个小东西，我心里有些发怵。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主动询问那奥大喇嘛，说肉联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奥大喇嘛说，过程很复杂，一共需要4道工序，上千个步骤，最快也要4、5个月才能出成品。炮制肉联的少女被称为祭主，她们从进寺庙那天开始就会被五花大绑起来。炮制肉联的第一步叫白杵穿联，就是让祭主以莲花盘做整根吸入罗汉的金刚杵，9天时间要吸入108个，以此来滋养肉联，使其充盈丰润。第二步叫百毒不侵，这一步是最漫长也最痛苦的阶段，很多祭主会死在这一阶段。喇嘛们会往祭主身体里灌满毒虫和草药，要持续81天，让二者相抵相杀，以平衡肉联内部邪气，最终达到肉松皮紧，形如玉壶，出之如银的效果。第三步叫9蒸9炼，也叫冰炭铜炉。祭主白天被放到冰河上，让冰水充分浸透肉联，等到晚上再带回寺庙，让祭主坐在文火陶炉上慢烤肉联，以使其逐渐成型。文火慢烤的步骤非常难，必须掌握精准的火候，一旦火大了，肉联被烤焦，立刻前功尽弃。说到这里的时候，我立刻问那奥大喇嘛，这么用火烤那些女孩，她们不会痛苦吗？那奥大喇嘛说不会，首先火很小，就算放一张纸上去也不会烧着。其次是祭主经过前几个步骤的炮制，肉联部分几乎已经和身体分家，变得麻木不仁，感受不到任何痛楚。这也是为什么叫他们祭主的原因。肉联只是暂时寄存在他们身上，最终是要被割下来的。18天以后就是第4步，割联。这时候如果祭主没死，那么就意味着法器肉联大成。可以割联，既是印证前面步骤的成功与否，同时也非常考验行刑者的刀工。整个割联过程不可以见血，也不可以带肉，否则直接宣告失败。一旦这些全部完成，祭主也就失去了价值，就可以被处理了。以上这些都是我在东贡陀寺的所见所闻，没有一句假话。我离开东贡陀寺以后，打算再赶一票就收手回老家，结果却不幸被警察抓了。我主动认罪，但我没说那些被拐走的女孩都被炮制成了肉联，更不能说她们已经死了，因为那样肯定会判我死刑。所以我只能撒谎说我把她们埋到了四川、云南还有大西北，就让那些警察去找吧，我能活一天是一天。后来据我分析，他们不可能一直找下去，这案子最后8成就是以我被判刑而结束。我说谎只是为了逃过死刑，我有罪，我该死。看在我坦白的份上，希望政府对我宽大处理。以上都是我的真实口供。案犯常云宝、老胡和老周在听完常云宝的口供后，都陷入了沉默。整个审讯室里极其压抑。事实上，关于肉联炮制的后续，常云宝还有一点没有说，那就是被炮制成肉联的少女，在被割去肉联以后，往往也只剩最后一口气。她们就算当时没死，也会被喇嘛们统一运到云错日则的天葬台，任由秃鹫等猛禽。着实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秃鹫分食，在痛苦中死去。难怪老胡他们会在东贡陀寺和云错日则这2个地方发现那么重的杀气。常云宝一案最终被打回重审，改判为死刑。至于东贡陀寺108位高僧的惨死，在老胡和老周连续7天在庙里通灵，得出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结果。说白了就是他们108位金刚在炮制肉联的第一步，也就是白杵穿联的过程中，少女无法支撑痛楚而死，怨气勾动庙里积累已久的杀气。东贡陀庙也无真佛分身守护，杀气瞬间冲爆金刚的气魄，一时间108个金刚丧失神智，用手中的金刚杵割断自己下肢，自此全部流血而亡。749局向警方提供的调查档案里只写了4个字：邪典祭祀。老胡和老周回去之后，将肉联一并封在政务室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喜欢的记得点赞加关注，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